谢谢大家。我是来自Intel Web SATG Web 平台工程的张敏。中午给大家分享 Web GPU 以及 AI 的顾阳是我的 manager。然后 WebN 技术是由我们 Intel Web 团队的 PE 胡宁新发起的，在最近几年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知道腾讯的一个小老师叫第一名小蝌蚪，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一个扩展，那叫做 Smart IDE。但是我在访问他的，然后前端的小朋友，前端的同学们，都在那儿在线上加一，大家都对这个扩展非常的有兴趣。但是我在访问他的 GitHub repo 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这个插件必须要连接外网。换句话说，它这个服务是云端推理并推送到前端的。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 AI 推理运行在客户端呢？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 WebML 客户端推理的一些优势。今天在前面的多个session当中，我们知道就是有好几位老师都提到了隐私的问题，所以在客户端推理，我们能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个人数据、我们的图片、我们的视频，通过摄像头等等，这些都不需要上传到云端，这是我们客户端推理能解决的一个隐私问题。然后就是离线，自从有了 PWA 和 Service Worker， 将一个模型下载到本地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彻底的一个离线的推理，不再依赖网络。延迟也是同样的，就是可以进行本地的在浏览器当中进行一个实时的推理。同样的，不再需要一些云端的服务器的运算之后，我们的成本也会大大的降低。更多的是大家如果习惯于使用 PWA 的一些零安装的法，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在浏览器当中运行，我不需要自己去安装 PyTorch， 不需要安装一些 Pipe 的那些包，然后再把这些环境搭好了，才能去进行一个 AI 的训练或者是 AI 的推理。最后一个就是跨平台，是 Web 的天然优势。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在客户端推理上 AI 经常的一些可能不同的一种场景。比如说，这是从计算单元的角度来考虑的。第一种是突发的一种推理，也许就是一次性推理就结束了。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在一个视频会议当中，我们可能需要每一帧都要进行推理，所以使得它的，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使用 GPU backend， 那么就可能是使得它的整个推理曲线变成一个持续的高使用率的一个场景。还有一种，比如说在后台的，我需要24小时进行 AI 推理，只不过是实时待命的，也许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周期性的状况。所以 AI 的推理场景是无处不在的，而且现在 AI 推理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硬件，比如说 CPU， 比如说 GPU， 比如说专有的 NPU。而 NPU 是最近大家也许要了解到的话，比如说高通，比如说 Intel， 比如说苹果，比如说 AMD， 大家都已经在新的客户端进行集成和使用。好，这是WebML 客户端推理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在 CPU 上进行推理，在 GPU 上进行推理，在专用的 AI 加速器上进行推理的技术呢？有没有呢？有。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刚才说的是从计算单元角度，那我们从开发者 Web 前端开发者以及 Web Machine Learning 开发者角度来讨论一下大家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的用户开发者他提出了一个需求，就是 AI 我们已经知道 Python 啊，有 TensorFlow， 有 TensorFlow Lite， 有 PyTorch， 大家都已经对相应的计算进行推理的流程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可能现在 Web 当中没有一个专有的 Neural Network 的 spec 和标准。然后下面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内建的科学计算库，但是它是以库的形式存在的，它并不是一个在浏览器当中 built in 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右上角是希望是说有 native 的 Tensor 的 support。大家都知道 Tensor 更多的场景就是更加熟悉的情况，就是在 TensorFlow JS 当中。
有一些张量从0维、1维到2维，甚至说更高维度从矩阵再往上升。这种运算都是在 TensorFlow.js 当中，这是在一个 TensorFlow.js 的一个 library 里面。然后它的需求是希望是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些 tensor 放到也内置到 Chrome 浏览器当中？那么这个其实不一定是 WebN 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可能需要 ECMA JavaScript 标准组织去定义相应的规范。对，所以Web 开发者对于 Machine Learning 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更多的需求。但是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家有一些人已经对于 WebN 这个 spec 还是表现出一个热情。现在给大家主要简要介绍一下 WebNN， 这是一个 W3C 一个新兴的标准的 API， 主要用于客户端的 AI 的推理，它是神经网络的一个统一抽象，通过它能够访问 AI 的专有的加速器。到目前为止，整个 Web 当中是没有其他的 API 能够同时访问 CPU、GPU 和新兴的 AI 加速器，比如说 NPU 的，只有 WebN。然后就是 WebN 还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接近原生的 AI 的推理的 performance 和速度，最终也希望达到一个结果的可靠性。目前呢 ，WebN 已经在 Chrome 和 Edge 的 Canary 版本当中能够用到了，但是它是有一个 scope 的，就是目前支持了30个 ops， 然后主要是运行在 CPU backend， 在 CPU 上面运行。GPU 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后面也会讲到。对，这是 WebN 的标准规范。整个 WebN 的标准是由我们 Intel 的 PE 胡宁新和微软 Directml Team 的 Chai 来编纂的。去年的时候呢，是发布了一个 First Public 的 Working Draft 的版本，然后今年3月份我们发布了 WebN API V1 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 WebN 的规范其实是由用户 use case 驱动的，就用户事例驱动的。那可以看到刚开始我们的一些用例还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 image classification 图像分类目标识别，还有一些分割，这些场景呢都是去年甚至更以往的一些 case。但是从现在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吧。就是微软和 Intel 将会进行 WebN V2 的标准的起草。那重点的用户场景是，比如说segment anything， 这个是Facebook 的。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Stable Diffusion。Stable Diffusion 是最近超火的，对，从去年年末开始，刚才郭阳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把这些算子加入到 WebN V2 的 spec 当中，然后进行浏览器的实现，我们预计是在1个季度之内完成。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进展。对，这是WebN 的架构，我们可以看到最上层是 WebN 的最上面是通过接入TensorFlow 模型、Onyx 模型来使用的，但是右上角起了一个其他模型。其实 WebN 标准本身是不包含模型格式的，这个是不定义模型的格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模型转成一个最基本的 NPI， 带一些 weights bias 这些属性，然后拆分，但是这个比较复杂，所以通常 Web 前端开发者可能更好的一个方案是利用TensorFlow Lite Web、Onyx Runtime Web 这些，然后更快速的进行前端的 AI 的相关技术的开发。然后我们看到左侧是其实现在 Web 的这些 framework 更多的是使用 WebAssembly 还有 WebGL 进行AI 的推理，但是它们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速度是不是够。然后现在刚才中午的时候，顾阳也给大家介绍 WebGPU 将会取代WebGL， 然后带来了更快的一个性能。然后我们 WebN 往下走就是可以在 Web 浏览器当中支持，然后也可以在 Node.js 环境当中、Electron 当中支持。再往下，我们看看 WebN 对接的是哪些原生的 AI 的API。我们可以看到有 XNPack， 这是黄色的，这是谷歌的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推理库。
中间是 ML Service， 这个是在 Chrome OS 当中的，然后红色的是微软的 DirectMail， 这3个是目前我们正在浏览器Chromium 代码库中进行 WebN 实现的3个 backend。在右侧是 OneDN、OpenWindow 和 CoreML， 这些以及甚至更多都可以往 WebN 当中对接，但是暂时我们的优先级还是左边3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往下是操作系统的支持，最下面最底下是CPU、GPU 以及 NPU 的支持。回到Chromium 当中的具体实现，这是我们的一些进展。从黄色的开始 XMPack， 我们将最上层是JavaScript Machine Learning 框架了，刚才已经提到过一些。然后 Model Loader API 是谷歌在做的。我们的 WebN API 呢，我们正在也在做，然后上面呢是 ML Context、ML Graph Builder 和 ML Graph， 这些是 Java 有一些 JS 的绑定。然后整个 XMPack 的后端是运行在 Render 进程的 Sandbox 当中的，所以而且它能够直接通过 XMPack 然后对接 CPU 进行AI 的加速。然后 Chrome OS 呢是走的是 ML Service，ML Service 是谷歌的一个推理的工具，然后底下对接的 TensorFlow Lite， 再下面是可以能够利用 Intel 的 NN 号 NN 硬件抽象层，再去访问GPU 和 NPU。那最中间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部分，就是 DirectMail 和微软的 DirectMail 对接，在通过 Module 中间通过Module IPC 今天进行通讯，然后访问 DirectMail 后端。那再往下是 Driver 层，最后再访问到我们的 GPU、NPU 等等。这是 Chromium。再下一页是 WebN 的编程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在创建完 ML Context， 首先是 ML Context 的创建完ML Context 当中可以进行一些属性的设置，比如说我们是选择 CPU 还是选择 GPU， 然后功耗偏好有 Default、High Performance 还有 Low Power。也许当大家选择 Low Power 的时候，这回我们可能会使用 NPU 进行推理。那 NPU 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专用的 AI 加速器，然后它的功耗非常的低，相对而言。然后我们通过使用 Graph Builder 将大家熟悉的一些 AI 的一些算子，比如说 Convolution 2D， 比如说 Add、Relu 这些，和输入一起进行编译生成之后，编译生成 ML Graph， 最后再加上一些 Input， 再加上 ML Graph， 再加上一些输入，生成最后的结果，给到后续的后处理。对，这是我们 WebN 当前的操作符的实现状态。最左侧一列是我们在 W3C WebN Spec 当中定义的 op， 一共这边我们其实已经一共定义了50多个，但是第一阶段我们目前实现了30个 op。中间呢就是 Web Platform Test， 早晨的时候 Philip 也讲到了，就是 Web Platform Test 的 Conformance Test 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这些这样 ops 已经只有1个吧没有实现，其他的也30个当中29个也全部进行了实现，并且我们有 baseline 的一个实现，然后再加上 Web Platform Test 去验证这些实现。具体到实现端浏览器内容实现端，我们可以看到在 XMPack CPU backend 当中，我们支持Chrome 浏览器，支持 Edge 浏览器，然后在 Windows 和 Linux 当中，这些 op 也都完成。那右侧是2个和 Framework 集成的部分，第一个是TensorFlow Lite、TensorFlow Lite WebN Delegate， 我们已经支持了这些，但是呢暂时还没有发布到 NPM 包里面当中去，我们还需要一段可能近期吧，应该是很快可以把它发布到 NPM 当中。最右侧是 Onyx Runtime Web 的 EP Execution Provider， 这些 op 我们第一个 PR 微软已经接受，就是将初始的一些 op 已经支持到了 Onyx Runtime 的 Web 的 wrapper 当中，然后这些 op 已经可以启用，和我们的 CPU backend 进行一起使用。对，这是第2页一个实现的状况。这些内容可以在 webn.dev 这个网站当中看到。
这一页是 WebN 和主流 JavaScript Machine Learning 的框架的集成的一个细节。可能这个架构大家可以不用多看，但是大家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可能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 WebN 现在支持的 op 数可能不能满足我模型的需求，对吧？因为我说了，我现在支持了30个，我们还在继续添加，不断的添加。那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子图，然后就是当模型转化成 Machine Learning Graph 之后，我们在 Honest Runtime Web 或者是 TensorFlow Delegate 当中，我们会第一时间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图现在 WebN 支持的程度是多少。比如说30个 op， 我们只能支持，它有这个模型需要支持10个 op， 其中 WebN 支持8个，还有2个不支持怎么办？这时候我就自动的拆分子图，拆分完之后能够支持的走 WebN， 不能够支持的 fallback 回到 WebAssembly 或者 fallback 到 WebGPU 等等。所以当我们的 WebN 的 ops 数不断的添加之后，那子图的数量将会被拆分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少，最终达到一个性能的最优，甚至说最好的状况就是 WebN 的 ops 全部支持，那这样就整个模型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性能的提升。这页是最上个月微软的 Microsoft Build 2023，微软在 Build 大会当中提出Honest Runtime 已经成为 Windows AI 的 Gateway， 换句话说Honest Runtime 将会成为微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 Native 当中实现了 CPU 后端 EP GPU EP， 然后在右侧最下面是 WebN， 他们提到微软提到就是正在和 Intel 联合进行 WebN 的合作，那其实就是和我们团队一起将WebN 集成到 Honest Runtime 当中，并且为未来的更多的 Web 应用和 AI 进行推理和使用。这个是 WebN 的具体的代码示例，我可能不会细讲，主要是刚开始第一行是创建 context， 在 ML 对象之后创建 context， 里面可以设置你的 power， 可以设置你的 device， 具体是 CPU、GPU 还是low power 的，还是高性能的。然后中间是生成 graph， 最后面是把 graph 和输入还有输入之后进行一个 compute 的。把这个结构化的图进行 compute 的运算，并且生成最后结果。大家可能会觉得只有3个 op 就需要写这么代码，是不是太复杂了一点？然后所以我们是建议是说，更多的用户可能还是会利用相应的 JavaScript framework 去实现大家的 AI 的用例和 AI 的真实的场景。我举例来说。左边是现在 Honest Runtime Web 当中，左边是用WebAssembly 去实现的，去写的一段代码。中间有一个参数是 Execution Provider 的 name 是 WebAssembly， 那它现在使用的是 WebAssembly CPU 的后端。那在未来，我们只需要把name 改成 WebN， 然后把 device type 改成 CPU。我们就能够直接切换到 XMPack 的 WebN XMPack CPU backend， 其他的代码你不用动。然后这里 GPU 我列的当中，其实我们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DirectML 的集成，然后我们期望在9月份能够实现MobileNet 的 ops 的支持，到年底能够支持和 XMPack 一样的30个 op 的支持，然后明年年初我们会进行WebN V2 的这些 op， 包括Stable Diffusion 这些 op 的彻底的支持。对，这是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是我们上个月谷歌 I/O 刚刚发布了发布了一个 MediaPipe 的，在他们的 AI 的章节当中有 MediaPipe Studio。MediaPipe Studio他们更新了很多的MediaPipe 的模型，我们将这些模型逐一进行了性能的比对，然后我们可以发现通过使用 WebN 的 XMPack CPU backend 会比现在大家能够用到的能够用到 WebAssembly
CMD 的性能是基本上是到1.5倍到2倍之上，甚至3倍。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里的 WebN 是不含多线程的。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把 Thread Pool 打 Enable， 然后还能够得到几倍的提升。换句话说，我们最终能够得到，也许能够和 WebAssembly CMD 相比 ，WebN 能够达到9倍对于相应模型的在 CPU 端的一个性能的提升。因为早上的我们有几位讲师也讲到，大家比如说 noise suppression 就降噪使用的是 WebAssembly 后端。那如果说在这种模型的场景下，我们切换到 WebN 的话，那我们的性能会再次提升，然后功耗也会更加的降低，能够延长整个比如说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电池的寿命。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演示。这里面我用到的就是谷歌的 Self Examination 模型，这是一个视频会议的系统，用到的是 Background Blur。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 Wasm CMD，大概是100多帧，100帧左右，然后 WebN 是200帧。因为 Surface 这个模型是非常小的一个模型，所以说WebN 和 WebAssembly CMD 的性能对比不是那么明显。对，而且这里面是不包括 WebN 的多线程的。对，如果是带上的话，性能会更高。这一页大家先忽略那个效果啊，那个效果是因为它是我们选的是 DeepLab 本身我们没有，大家只需要关注性能的比较，不用关注具体的效果。也就是说，右侧257×257 Wasm CMD 是15帧、13帧左右，而 WebN 直接达到了38帧，啊，一个2.9倍和3倍的性能提升。是这样一个情况。最后，Web Machine Learning Group， 我们在几年前，当我们的 PE 先发起了 WebN 这个技术之后，然后进行了相应的概念验证，再后来呢就成立了联合 W3C， 我们成立了 W3C 的社区组。我们可以看到有39个组织代表，126名参与者加入到了社区组，包括 Adobe， 包括苹果。包括华为，还有 Mozilla、三星和 SAP 等等。然后同时呢，后来进行了一个阶段的标准的孵化 ，WebN 的标准的孵化。我们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有了工作组。工作组现在有17个组织代表，然后43名的参与者，这里面也包括 BBC、字节还有 NVIDIA。在下面的阿里巴巴、百度、谷歌、Intel 和微软呢，是两个组都参与了。我们也期待大家的贡献。好，这是最后一页，我的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有一个线上问题啊，我转述一下，就是线上有一些就是非浏览器厂商也是非标准的一些专家，就是他们想提问，就是从这个角度提问一下，就是怎么判断哪个时间节点开始在实践中应用 WebN？然后有没有其他厂商实现的进展？因为我说到就是我们目前才刚刚 XNPack 也才刚刚实现30个 op， 对，而 Spec 定义了50多个，而且我们还有 WebN V2， 比如说 Stable Diffusion 这些。那我们是现在是在 Chromium 当中，它有一个发布周期，比如说现在 XNPack 我们是一个 first 的一个 Dev Trial 的阶段。然后在后面 DualTimer 在今年年底，我们也是一个 First Web 30个 op 的支持的 Dev Trial， 大家可以这时候如果有一些先行的厂商想尝试的话，其实就可以尝试起来。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WebN 真正的支持几乎大多数的 op， 还需要一个时间。对，好，谢谢。